LM 的能力跟模型大小也有关系，但是这个模型大小，你使用模型大，当然你会觉得说模型越大，所以模型大跟小是说它的参数用到的参数量，那参数量用的多，那我们就叫做它的模型就是比较大，像我们讲 ChatGPT， 那可能有大概1000多亿个参数，那比如说更小的可能不到100亿个参数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影响到你所选用的硬件的装置。那当然呢，这为什么要选大的或者是小的？我们基本上是看应用。就我今天应用这个场景，它需要的是不是小的就够？现在我们在决定用什么样模型大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先以我们的需求为主。就我今天接到这个需求，那我们评估说它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可能什么样的模型大小就刚刚好就好，不要去过度的。例如我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模型，但我处理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其实基本上这个对这个公司整个的投资啊什么都不好，因为你大的模型，你的相对硬件设备的投资就会很大。那我们选这个，当时我们选这个模型，跟百威的合作的时候，我们选这个模型是一个比较小的，大概只有一个7个 billion 参数的一个模型，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它只是针对资料去解读，对，那而且是特定的。那有的特别训练，要有一些名词，我们就有一些训练，就是刚刚像我们在里面讲到什么当碳啊，或者是什么类似这种的，它可能原生的模型，这个开源的模型里面，它并不会训练这个，因为它当时是没有针对特定领域的。那所以一般大家现在业界做法都是拿一个开源，但是训练把你想要特别这样，就我刚刚讲的，就行业的专有名词这些等等，把它加进去。那这个除了这个所谓的用训练的方式让他知道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也可以请他在回答的时候去参考你设定的那一些文件，这个东西他就不会记到他的脑子里面，对，他就是要用的时候，他就是根据这个去回答。那另外一个就是记到脑子里面，所以你没有那些参考文件的时候，就根据他脑子里面有知道的东西去回答你。所以我们其实2种都有做，我们有少量训练一些专有名词。那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问他说停线的原因，然后他列出来之后，他会那我说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当他需要参考历史记录的时候的这个部分，那我就会请他去参考我们给他，例如我们给他1000份这个过去累积下来的人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文件，那请从这里面找出跟这次情况类似的，来给出我们一个答案。所以其实会有2种方式都有在进行。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中小企业其实是很多的。那如果你要所有的企业产业都要能够升级嘛，那对中小企业来讲，第一个就是资金的问题啊，他要投入这个东西，他要花多少钱呢？但是所以其实蛮多中小企业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负担这样的一个费用的部分。那所以这个也会导致整个产业其实对整个产业升级的速度其实是缓慢的。所以我刚刚提到，如果以这个大语言模型用来讲，那很多中小企业我刚刚讲，它可能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文件查找，或是帮我把这些历史记录帮我生成一个报告出来。那这时候它可能只要小一点的模型就好。那这个小一点模型代表意思是什么？它后面它需要运算的那个所谓的装置，硬件装置和电脑，它可能规格不用那么高规。那这个可能是他负担得起，他觉得他可能换算起来，他觉得成本上它是划算的。或者我可能投资20万，例如说买一个笔电能够让，例如说我以7P 来讲，然后甚至再大一点，那可能几十万他可以做到的，那他就不用投资那个什么上百万的那些东西去做那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想要用的意愿就会比较高。对，他们不是不想用，他们其实也很想用，但是就是会碍于这个经费部分，尤其中小企业，不是那个大企业。大企业其实对新的技术其实都跑比较快，那其实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因为成本的考量，所以基本上他们一直会裹足不前的在采用这个比较新的这样一个 AI。所以
依场景、依需求，也依你可以投入的资源多寡去看要怎么样的模型。其实现在的 LM 也是业界在用，都会是非常针对性的，不需要弄到那么大，也弄到那么多成本下去。是，没错。我们认为模型会越缩越小，因为不是每一个，而且那个要跑那么大模型，除了你要用到硬体算力强，就是什么耗电就是对整个那个环境就是不友善，对，就回到20世纪了。所以大家其实先回过头来，一开始是先讲有，所以他就是弄了一个很大模型先跑起来，然后大家慢慢就发现不行啊，这样子又花钱又耗电又造成那个环境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现在就开始回过头来，我有没有办法把模型变小？体积缩小，但能力不变。那我觉得能力会差，但是打几折而已对，大概是这样。最终还是它能做什么事情？你手机上你会需要这模型做什么事情？很多就是那个图像啊，帮你变脸啊，或是快速帮你回简讯这种，他说做这个就好，那你干嘛去找那个什么GPT 来用？对，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所以会越来越多是往这个方向去执行的。我觉得是台湾接下来应该比较会像是这个，然后另外就是那个边缘装置，其实大家最近其实都在讲这些事情，因为真正要能够比较普及化的就是你一定要在你自己这些装置上面，这些终端上，比如说你的手机、你的笔记本上面能够跑得起来的应用的那个语言模型才会是，因为那毕竟最多。你看全世界手机就有多少人啊？如果每个手机上面都有一个，那就不得了了，而不是现在那个只有少数人才能有用到的。所以它真正要普及，其实要在边缘装置。在边缘装置上面的话，其实模型就会变小。模型变小的时候，你说模型变小会不会变比较差？会，但是只是说看你会差，随着那个演算法进步是差多少。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这个虽然只有10个 billion 的参数，但是我可以媲美100个 billion 的一个模型的就是这样子，那就是你的演算法的进步啊。当然宣称就会是这样子。